这天晚上，北京市一户居民的家里，女主人下班回到家，推门进屋就喊：老公，我回来了。没人应答，她换上拖鞋往客厅走，发现空无一人。女人接着又喊：小张，小张，小张。这时候卧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，又在里边走出来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姑娘。英姐，你回来了，我做饭去啊。说完就快步走向厨房。女主人名叫罗步英，从卧室出来的年轻姑娘就是她口里喊的小张。小张是他们家的保姆，平时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厨房已经把饭做好了，可今天太奇怪了，小张怎么会慌里慌张从卧室走出来？而且罗步英还发现，平时小张的头发都是整齐的盘在脑后，今天却是散开的，还有点乱。心里边打着问号，罗步英就走进卧室。丈夫马长久正坐在床沿上，背对着门口，斜着身子穿裤子呢。长久，你在干嘛？小张是怎么回事？罗步英边问话边走到丈夫身边，帮着他提裤子。原来马长久的左腿和左手已经没有了，穿裤子比较吃力。步英，你不用帮我了，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和小张相爱了，他能够更好地照顾我的生活。虽然刚才看到了两个人都不对劲儿，但是现在突然从丈夫嘴里冒出这么一句话，也着实让罗步英错愕不已。1年多之前，新婚1个月的马长久出车祸失去了左手和左腿。伤愈出院之后，马长久就向妻子罗步英提出了离婚，被罗步英一口回绝。长久，我们既然是夫妻，就应该共同面对所有的困难。现在你有了残疾，更需要我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离你而去呢？马长久拗不过罗步英，也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罗步英很喜欢小孩，一直想要怀孕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可1年多过去了，她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。前不久，马长久偷偷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，医生说出车祸的时候，他的生殖系统也受到了伤害，恐怕很难让妻子怀孕了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马长久心灰意冷，觉得自己这样太委屈妻子罗步英了。沉思了几天之后，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求保姆小张帮忙，在罗步英面前演一出戏，假装出轨小保姆，好让罗步英对他死心，就能顺利离婚了。果然，罗步英伤心极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大吵大闹。搬到单位宿舍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想，可能是因为我太强势了，平时什么事情都是我做主，让长久找不到做男人的感觉。或许小张这样的女人才能让他活得自在，过得舒服。于是罗步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儿，两个人和平分手。办完离婚的第2天，罗步英过去的一个老同学，疯狂的追求者崔明贵出现了，继续开始他狂热的追求。其实哪那么巧啊，这都是马长久安排的，是他通知了崔明贵，说我和罗步英离婚了，你要是还爱他的话，就去追他吧，但是一定要对他好一辈子。罗步英知道崔明贵不是个坏人，但是对他没有感觉，所以一直都是拒绝他的追求。但是崔明贵百折不挠，苦苦追求了3年多，最后终于打动了罗步英，勉强同意嫁给他了。听说前妻罗步英同意了崔明贵的求婚，马长久是既高兴又难过，但更多的是欣慰。他给保姆小张结清了工资，额外又赠送了一笔钱，小张就另找工作去了。
马长久便做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。这一天晴空万里，崔明贵开车带着罗不英来到民政局，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厅。因为是个吉祥的日子，来登记的人挺多，他们就排队等候。边排队着，罗不英的心里就开始犯了嘀咕。一直没有仔细琢磨过，怎么那么巧，我和长久离婚第二天，崔明贵就出现了。他是怎么知道我离婚的呢？还有，马长久一直以来都很本分，怎么手脚残疾了的时候，反倒干出那种事情来呢？不正常，这一切都不正常。对，一定另有隐情。想到这儿，罗不英扭头对崔明贵说了句：“明贵，对不起，登记的事儿改天再说吧。”说完一转身，匆匆走出婚姻登记处，到马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，直奔马长久的住处。马长久将写好的遗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然后把自己泡在放满热水的浴缸里，用刀片划破血管，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马长久觉得身体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最后仿佛化成了一片羽毛，随风飘上了湛蓝的天空，身边有雪白的云朵相伴，真是惬意极了。罗不英跳下出租车，跑回家门口，从老地方取出钥匙，打开门，进屋就喊：“老公，老公，马长久，马长久！”最后终于在浴室发现了浴缸里的马长久，浴缸的水已经全部染红，马长久昏迷不醒。罗不英迅速将他拖出浴缸，用床单勒紧伤口，将腿抬高搭在浴缸沿上，这才用手机拨通了急救电话。马长久没有死成，被抢救过来之后，这才把一切的心思告诉了妻子罗不英。罗不英说：“你可真傻呀，怎么有事总是不和我商量？即使生不了孩子，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呀，除非你变心爱上别人了。”就这样，康复出院的马长久和罗不英复合了，经过精心调理，身体越来越好。后来装上了一腿和一手，生活几乎和正常人一样方便。神奇的是，不久之后，妻子罗不英怀孕了，10月怀胎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老大取名叫欢欢，老二取名叫和和，一家4口是欢乐满堂。